玉峰哥，最近中国真的是事情也太多，你看到这个画面，内蒙古出大事了，这个火警也烧得太夸张了，到底要死了多少人？就现在传出什么？内蒙古炸了，原来是因为当地的公安这个整个通报上面又是一个瞒报。对，这个地方是在哪里？这个地方是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然后呢，它叫海亮广场。所谓的广场其实在对岸来说的话，都是什么？楼下是店面，对，上面是住家。这个地方半夜哦，香港是下午2、3点，它是半夜发生火警，从1楼烧上去。那你想想看哦，如果下面是店家，它是烧烤店，烧烤店有很多的包装器材，烧下去之后呢，一发不可收拾，就往上冲了上去，你想想看，半夜你睡到一半，整个火变成这个样子，真的火龙了吧？你觉得它有可能只有一个人死亡吗？目前来讲，他们警情通报就是1个人死亡，而这句话1个人死亡，其实让很多网友就炸了，他就说，你想想看哦，官方只报了1个，然后呢，你想想看嘛，你看这个地方在海亮，开会去过一次，天哪，跟迷宫一样。什么叫迷宫一样？因为它楼下是店家，上面是住户，所以呢，它所有的进出的通道是非常的复杂的。网友就说，如果海亮广场里面着火了，一般人连出口都走不到，布局太复杂了，和以前的地下车站地下一样。然后呢，这么复杂，怎么可能只有1个人？可是呢，有一个网友他是很通透的，他看透这一切。他就说，这个通报不是让你信不信的，只问你服不服。服不服？你敢啰嗦吗？现在来讲，通报就是1个人死亡啊。但是你看导播，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画面，从1楼烧上来之后呢，整个就像是一个火龙一样，整栋烧起来。那你想想看哦，你起火烟会往上走，1楼的烧烤店烧起火来，那你想想看，你睡觉睡到一半，就算有这个住宅的火警警报器响了，你要怎么逃？对，这高楼火警你要怎么逃？那你现在来讲就是1个人，所以呢，这网友他看得很透彻，他就说，不是告诉你信不信，他就是问你服不服。反正我说了，你就得信，这样也太怪。我们当时讲什么？新疆有一种白纸革命，也是烧一烧你瞒报，结果你现在还是一样的。其实这个后续会不会造成白纸革命是有非常可能的。为什么白纸革命？那个时候其实是因为要动态清零，反正呢大白守在你家门口，你就是不能出去。问题是如果火灾发生怎么办？然后就真的火灾发生了，然后你又不准大家集会游行，没关系，我们不能写标语，我们就拿个白纸。结果就发生了白纸革命。可是现在来说的话，对岸过去来说的话，很多的敏感字，你不要说 po 网啊，你上去之后转圈圈，转到最后赵哥就不见了。对，你根本不可能 po。可是你看到最近来讲的话，非常多离奇的东西。变了吗？竟然在抖音上面会出现哦！你看，这在抖音平台出现了什么？这个人其实对台湾的观众来讲，应该是非常的熟悉的。他是一个大学生，然后呢，那个时候64。听到关键字了没有？你64出现在抖音这件事情就是很不平常的事情。好，抖音那个时候呢 ，BBC 去访问这个大学生，他说你要去哪里？他说 Go to march 是什么？我去抗议，我去游行。然后呢，为什么？他就讲了一句千古名言 ，It's my duty。所以呢，那个时候大家跑去64天安门。那你想想看哦。64的影片，你觉得有可能出现在抖音上面吗？流了出来，还说这是我的职责。对 ，It's my duty。这个不是应该删掉的吗？对，以前是根本连出现都会消失的，对，不可能出现。它转到最后它就不见了。就算有时候你偷网或是 VPN， 你把它 PO 上去，其实网络警察啪，大概一分钟就会把你给消失了，因为这是很重要的敏感词。可是现在来讲，竟然陆续在抖音出现，那是不是2个可能？第一个，难道系统有 bug 吗？第二个，是不是有人慢慢的要把它松绑，故意的，就是我让东西慢慢的出去，可是一开始就挑战64，其实吓坏了不少人。然后除了这个64以外的话，辛亥革命后各省宣布独立的时间。这代表什么意思？他把整个革命后的独立时间全部都列了出来。对，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辛亥革命其实是一场意外，那时候也没想到说第1枪打出去之后呢，革命会成功。所以呢，当革命成功之后呢，第1枪打出去，慢慢的各省看风向是一个一个宣布独立的。所以呢，湖北宣布独立，山西、湖南、陕西、云南、江西，这代表什么概念？这代表讲永远记住武昌革命是复兴社组织的，什么意思？就叫做你要动起来。他要现在中国人民想一下当时的情景，现在也要来革命了，也是要动起来。这怎么可能？所以讯息怎么会出来？对啊，所以以前真的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其实中西各内外中西来讲都有一个重点。
吃不饱就得革命，对，没活干就得革命，对，我都活不下去了，我还管你的死活？所以你看一下哦，现在来讲，只要在上海街头非常的可怕。以前上海滩不就是说，江畔都是这些高楼大厦，现在都不是，现在都是农民工。农民工在上海街头就4点就来等。还记不记得 Kobe Bryant？你有没有看过4点洛杉矶街头？我告诉大家，上海4点的街头是这个样子，很多农民工都自带工具哦。我告诉你，你给我活，不用帮我准备工具，我这个兜里面铲子也有，这个耙子也有，反正你点工我就跟你上。对，所以这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可怕情景？你只要在4点出现那个地方哦，像我穿这个样子，可能也是去干活的，也是抢活的。兆和哥，你这个穿的时候体面，有皮鞋，有整套的，还有内裤带，你这个穿出去之后有没有会被疯狂的包围，像是丧尸一样？什么意思？是这样子。他觉得你是来发活的，你是来给工作的，所以全部都会聚集在一起。所以你看哦，只要有箱型车一来大家就一拥而上，大家都冲过去了，根本就还没点以前你在大桥头下，我们台北也看过嘛，大桥头下那个车子过来，小巴过来之后，我点几个，我点6个出工，然后2个油漆工。现在不是哦，现在是这个画面哦，你只要小巴一来，凹道子亏，大家就冲上去了。我不管嘛，不管怎么样，我先冲上去。你给多少钱再说，甚至还有人说不给钱我都干。你包住嘛，包吃嘛，你一个工程短期工程，你6天7天，至少我有个6天7天的温饱总可以吧？好，那还有人干了活没领到钱的，这个更令人生气。太惨了吧！建设公司的啦，然后呢，这个工人最后讨薪讨不到的打地铺的啦，然后呢，甚至工程局，工程局是公家单位的，都是找不到钱。找不到钱，那就只好来维权。维权怎么样？我也没地方住，我就睡在你的柜台，直接睡的。在台湾，哇，那间公司生意做不下去，赶快给钱，大哥，赶快给钱拿走。我告诉你，人家也不管你。对，什么意思？我就是没钱，你这边耍赖，我就跟你耗。你叫记者来拍，我也不怕你。郑鹏，我们刚刚特别讲到，现在中国最怕的是什么？你民怨烧起来。刚刚除了看到那火烧起来，大家没有饭吃之外，现在他要完完全全去管控，他怕了。没有想到他竟然管控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个相声社非常红，叫做德云社。就德云社里面郭德纲，大家一定都有听过。结果这个德云社郭德纲竟然被中国官方给约谈了。他到底讲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是现在中国经济不佳不止刚刚玉峰哥讲了，网络出现很多冲塔的言论，现在连相声里面都有很多讥讽这个社会现况还有政府的言论的。对，所以中共当然就受不了，因为他担心危及他的政权，就开始紧缩，要把相声晋升了。对，那其中最严重受害就是你刚刚讲叫德云社。对，德云社的创办人就是你都要讲的郭德纲啊，就是他，就是他，他其实在中国非常非常的有名那他有一个节目叫做《艺高人胆小》。那他在11月26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段子，这个段子大概30分钟那我听完我觉得还好啊，但是有人就去举报，这个段子大概是怎样？他就说他30年前到这个中国北京的时候呢，参加一个剧团，他说我跟你讲，我那时候1个月演30场我可以拿到多少钱你知道吗？30万，30万人民币。结果他的 partner 以前说啥的吧，那就这样吧。他说可是呢，剧团只给我演29场。所以我没有达到契约的标准，所以我那个月只拿到180元，是在嘲笑什么？嘲笑中共你把经济吹得很棒，但人民只拿到很微薄的薪水。完蛋了，他讲这个，没错，所以他就挑战中共的禁忌。接下来他还说什么？剧团的团长他说他点了一些菜名叫做一丝不挂。勾勾搭搭，巧巧话，他在影射团长有一些拉党结派的营私行为但最后我跟你讲，他讲的超酸。他讲什么呢？他说我跟你讲，很多人，我们剧团里面很多人很爱匿名举报，对，结果呢，我们有80%的人都被抓走了。但这是好事，因为以前都是外行领导内行，现在变成外行领导外行，意思要说中共上面领导阶层都是外行啦。你看他讲话这么酸，中国这么气，对他这么气所以北京这个西城文旅局就说他说你不得再使用负面言论，你必须要积极正面的坚守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好，那接下来有网友就说奇怪因为这个检举文被人家发出来了，大家来看一下，你知道这个检举文他就说了非常逐字逐句。
简直就是侧录啦。所以他们就怀疑，他说这个检举人根本就是拿着监听耳机的资深品鉴师，意思说你这根本就是官方在做的啦。所以他根本已经盯上了德云社。没错，我觉得你一字一句我都慢慢写起来，慢慢写起来，侧录，你以为是人家去告发他，没有，这种官方去弄你的。没错，为什么？因为你看，其实中国的网友非常的理智哦，他有说什么？他说本来没有听过德云社的相声，我现在就来听。本来没看的，这样说到想去看的。甚至还有说，果然是文革2.0开始，怎么就让我们这代碰上？他们觉得很遗憾哦。甚至还说，这坐实啊，老郭说的都是真的。还有人真拿小本子听相声记下来举报的，意思是说什么？官员在做这些事情啊。对，所以郑凤他真的是里面讲，像你刚刚讲的，已经够怂了。结果没有想到郭德纲现在他真的什么话都敢讲出来了。没错，酸到一个不行了。所以今天中国说他在冲塔。郭德纲是第一个冲塔的人，没错，而且他冲到有够凶。就是因为中共打压郭德纲，对不对？中国的网友就去把他以前的段子拿出来看。对，你看，中共每次都说什么？他说我们中国人是沉睡数千年的一条龙，对不对？对。结果你看郭德纲就把它拿来做什么？他说我就好比是一条沉睡千年的蛆，有一天要是我苏醒了，我一定会恶心全世界。这样讲，这就跟刚刚宇轩哥说的一样嘛。中国现在让全世界都感觉不是很舒服啦。对，好。接下来他还酸什么？酸他们各级领导。他说：“你到村里，你到县里，到省里都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呢，很多网友呢看到这一些他的段子演出之后，还说什么：“这段相声就像巧克力，人吃了没事，而且狗吃了饭变。”他这边讲什么？咱们到村里解决问题，村里头一定是不同意。咱们到县里头解决问题，县里头还是会不同意。我们到省里啦，可以了吧？省里解决问题啦，省里绝对不同意就完全没有用了，完全没有用啊！所以网友根本不知这一道啦。他还说，原本没有在看的啦，以后国内不让看的，我一律支持啊。好，我跟你讲，当然，我的个人认为啊，他们在禁郭德纲哦是有计划性，因为郭德纲是12月5号被举报，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其实北京11月他就出了一个禁令，什么禁令？你知道吗？叫清朗行动啊。对，好，那这个禁令除了针对自媒体，还有针对一些沉浸式的演说以外呢，他还针对了相声。他说哈，以后对相声要进行动态管理哈，以后你所有的相声段子都必须要送交我审核。还要这样的事前审核没听鬼啦，对不对？而且他说你必须要依照你所呈报的这些内容去演出，观众可以透过扫码监督。什么叫扫码监督？就是他要给你一个 QR code 啦。如果你观众来看这个演说，譬如说我来看赵和歌的相声，哎呦，赵和歌的相声就好糗，可是它里面可能亏到晋平哥啊。对。是习啦哈，不是黄。好，如果亏到晋平哥的话呢，我跟你讲，我可以立刻扫码 QR code 扫下去，就立刻检举赵和歌，我就黑了。恐不恐怖？他叫所有的观众做了别啊，不就是文化大革命吗？惊拢惊死，有够恐怖啦！来请教一下，相声是不是中国最爱的文化休闲？是吧？假设如果你今天连这个东西都要从人民生活中剥夺的话，我跟你讲，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啦。到时候你会受到中共会受到的这些民众的反弹压力，恐怕会更大。滚哥，现在中国内部已经非常惨，中国人民想说这是共产党在搞什么东西，结果你说更惨是什么？只要是世界上一个国家跟中国沾上边的，通通都过得很惨。现在中国输出的不只是廉价的产品，还输出灾难，而且跟中国走最近的兄弟们死得最惨。纽约时报说什么嘛？这叫第二次的中国冲击。什么叫第二次的中国冲击？这第一次是冲击了欧美这些国家，像美国产生的铁锈带，欧洲工业城市也很惨。但是这一次第二次冲击是什么？包括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这些中国的好兄弟们，还有拉丁美洲我们的尼加拉瓜、洪都拉斯这些国家，都被中国过剩的产能打得非常的惨，会多惨，你知道吗？它会淹没这些发展国家，带来的社会的后果是不可避免的。什么叫不可避免的？是因为中国做的产品太便宜嘛，举国体制啊，金融用国家的钱去搬，然后要素压低，就是做价格做到便宜，便宜了之后，其实是最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它不只卖你便宜的产品，而是当地的就业完全会失去。而且没有人敢开公司，就等于那个经济就失去活力。
那最明显国家是什么？泰国。为什么泰国很惨？你知道吗？泰国以前我们都很羡慕它，叫做东协10+1 RCEP。我们台湾不是在讲说我们要加入 RCEP 啊，东协10+1啊，他们要免税嘛？结果它现在跟中国走很近，大量引进中国汽车业，还有10+1免关税。结果它经济成长你看到以前大概2到4哦，台湾那时候很惨啊。2020年我讲疫情之前嘛，那中间有个断层叫做疫情嘛，疫情之后它就爬不起来，维持在2跟4。现在它的外号叫什么？你知道吗？亚洲有吴小虎。就是4小龙之后，吴小虎他现在不要亚洲的病猫。那台湾你看台湾之前比他还差，我们那时候还嘛加入啊，跟中国走近一点啊，结果我们那时候有点惨，结果我们现在脱钩之后，我们从飙到23年飙到7%哦，那也是4哦。台湾现在是挑到5，那今年会到7。我们现在叫亚洲4小龙之首，那一个是拥抱中国，一个是拒绝中国。那我来告诉你，到底他拥抱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泰国最有名的是汽车制造，我们称呼它东方的底特律。那23年的时候，他觉得很开心啊，他不是跟中国紧紧拥抱吗？引进大量的中国车厂，整个中国投资泰国40亿美金的大量的工作机会涌进泰国。那我们觉得1+1是不是等于2？那他本来有很多的日本车厂跟美国的车厂，结果事情完全不是他想的这样。中国的低价倾销之后，大量的中国产品廉价产品把它卖到泰国之后，结果它的汽车反而没有人买，一直每年往下掉。今年的泰国汽车的国内的销售量是10年来的新低，因为大家都在想我能不能更便宜，大家更不敢买。结果原本有的1+1中国进来，他不是以为1+1等于2吗？结果原本的日本车厂是这样，苏巴路关了，铃木汽车关了。出口量，它本来1年可以做200万辆汽车，现在只剩150辆，甚至会更低，它会变成是10年来新低。内需10年新低，出口10年新低。原本很多日本车厂在那边开始都在关厂，然后整个都变成中国的车厂在那边。中国去那边生产廉价进口零组件组装，这个叫1+1。本来以为1+1等于1嘛，现在变成1+1等于0.5，因为只剩中国在那边组装自己来的零组件。叫泰国今年关多少家工厂嘛？6200家，去年关2000家工厂，都跟汽车有关。那为什么我们说泰国以前叫东方底特律，它叫东方底特律？它庞大的生产规模，是东南亚最大汽车生产国家，只输给如果整个亚洲只输给日本跟韩国，全球前10名。我们想讲的名字包括丰田、本田、日产、通用，就美国车厂福特。全部都在泰国投资，结果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比亚迪进来了，广州汽车进来了，上海汽车进来了，还有长城汽车也进来了，整个你想到中国汽车厂都来了，投资40亿美金嘛，很美好嘛。结果现在讲什么？东方底特律变成东方炼狱，2只黑天鹅，那都跟中国有关。为什么？因为卖的便宜之后，原本的电动车的零组件以为是在泰国做，结果完全没有，是进口来做。燃油车的话，大概有3万个零件，变成电动车，你知道剩多少个吗？剩1万个。那泰国本来有很多零组件厂全倒了。关了，发动价格战，全产业拖垮，所以这个叫中国冲击2.0，谁跟中国走最近，谁就会死得更惨。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